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呢是2021年10月31日。今天凌晨，在英国呢，夏时制正式结束了，我们的时间呢调回到正常的时间。我过去曾经做过一期有关当前那个夏时制不合理的一个视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再给大家谈一谈冬时制是不是更加合理。可能大家都知道，夏时制本身呢，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把时钟向前拨1个小时，然后在秋天的时候呢，再把时钟向后拨1个小时。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夏时制呢？实际上是在126年之前，也就是在1895年，乔治·哈德森提出了夏时制的概念。他当时的初衷呢，是为了在夏天的时候，因为日照比较长，这样大家呢可以充分利用阳光，这样就可以节省能源，这是他的初衷。从这张图呢，咱们可以给大家看，这是世界地图，这个中间呢是赤道，然后这上面呢是北回归线，下边呢是南回归线，最上边呢是北极圈，然后最下边呢是南极圈。一般来讲呢，在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呢，也就是在赤道的周围这一块，就是太阳可以直接照射到每一个角落，所以说在这个区呢，一般是不需要用夏时制的，因为它意义不是太大。主要的区域呢，在这个北回归线以北和南回归线以南的这个黄色的区域，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争议，是用夏时制好还是不好，所以说是有争议的。在靠最上面的北极圈里边的和最下面的南极圈，在这个范围里边呢，这个夏时制应用呢可能有它一定的道理。北边的北半球蓝色的部分是那些正在实施夏时制的一些国家，在南半球呢，这个姜黄色的这部分呢，是南半球正在实施这个夏时制的国家。其中大家可以看，澳大利亚呢，只有南边的几个州实施了夏时制，还有很多呢灰色的这些区域。这个浅灰色的区域呢，是过去有些国家呢曾经实施过夏时制，但是后来呢又取消了。这个包括中国了、印度了，这个国家。还有这些深灰色的国家呢，主要是在这个赤道中间的这一部分的国家，他们就考虑呢夏时制，他们国家得不到任何好处，所以说呢就没有必要实施夏时制。咱们以英国伦敦为例啊，白天最长的一天，2021年最长的一天呢是6月21日，当天呢有16小时38分钟的阳光。那么在2021年最短的一天是12月21日，只有7个小时50分钟的日光。最早的日出的日期和时间呢是6月17日上午，早上呢4点42，太阳就出来了。最晚的日出的日期和时间呢是12月30日上午9点06，太阳才出来。最早的日落日期和时间是12月12日下午3点51分。最晚的日落的日期和时间是6月24日下午9点21分。就是这是英国伦敦呢每天这个早上日出和晚上日落的时间，和这一年里边最长的天和最短的天的情况。这张图表呢给大家显示呢，就是英国伦敦日出日落的时间和它实施夏时制的情况。大家可以看这个9呢，表示正常情况下是早上9点上班，然后呢下午5点下班，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上下班的时间。这是9点上班，然后下午5点下班。从元月份开始呢，早上太阳出来是早上8点，然后呢2月份就7点半就出来了，到这个3月中旬的时候呢，不到7点天就亮了，然后逐渐太阳出来的时间提前，到这6月7月份的话，早上5点钟天就亮了。从这个6月7月以后呢，逐渐这个日出的时间滞后，大家可以看慢慢滞后到10月份的时候呢，7点钟早上太阳才出来，然后逐渐再接着之后，到12月份呢，早上8点以后太阳才出来。这是早上日出的情况。
如果咱们看看这个晚上日落的情况呢，同样在这个元月份的时候，下午4点天就黑了。那么逐渐的天黑的时间越来越晚，到3月份的时候，3月中旬晚上7点以后天才黑。那么到这个6月、7月份呢，晚上9点以后天才黑。从那以后，太阳落山的时间逐渐向前提前。那么到什么时候呢？到10月中旬的时候，下午5点天就黑了。然后11月份、12月份呢，这个太阳落山的时间更早，就下午4点左右天就黑了。这是伦敦地区的这个日出和日落的情况。那么目前为止，英国的夏时制怎么改的呢？就是在冬天的时候，从元月份到3月中旬，这个时候呢还是正常时间，早上9点下班，下午呢5点下班。但是在3月份我们改一次夏时制，这时候呢把时钟向前拨了1个小时，也就是早上你9点上班，实际上相当于原来的早上8点上班。这时候呢天是亮的，那么同时呢下班呢也相当于原来的下午4点就下班了。它的意义是这样，通过改动呢以后呢，我们会大量利用阳光的时间，节约能源。但实际上呢，大家可以看这2个改动都是在白天，所以说对着整个这一天的日出日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。那么到10月底的时候呢，像我们今天呢是10月31号，这时候呢夏时制取消了，又改为正常时间。这时候呢，你像如果说我要是下午5点下班，天已经黑了，但是早上呢是影响不大。这时候主要想给大家看这2个红色的区域啊，就是这2个红色的区域实际上是对这个改变时间最有意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已经黑了。那么天已经黑了以后呢，你就开始要把屋里的灯打开，那么耗电就需要增加。实际上就这2个红色的区需要调整。这张呢图表是我自己建议的夏时制。如果说现在的夏时制大家还想进行的话，实际上最好的办法并不是目前的夏时制这种方法，我们还是以伦敦时间为例啊。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就是在这个1月份到3月份期间，这是正常的时间，对吧？到3月份的时候，你上班时间提前改夏时制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你不需要改夏时制。实际上到这个3月份呢，你改成早上8点上班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下班时间不变。这时候呢，你在夏天这6个月呢，每天就工作了9个小时。到冬天的时候呢，到这个10月底的时候，你还把它变成早上9点上班，然后下午呢，给它改成下午4点下班。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啊，也就是1到3月份是早上9点上班，下午呢4点下班，就是7个小时工作制。然后在夏天呢，从3月底到10月底呢，早上8点上班，下午呢5点下班。这时候呢，你就有9个小时的工作时间。然后从10月底呢，你再改回9点上班，下午呢4点下班，是7个小时。但是通过这样一改呢，大家可以看，你在下班的时候呢，天还都是亮的，太阳还没有落山。实际上也就是你在上班的时候呢，是充分的利用了太阳的阳光。下班以后呢，天黑了，单位就没有人了，都回家了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影响不是太大。所以说这是其中一种方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把这个夏天呢改成9个小时工作制，然后冬天呢改成7个小时工作制，这样你实际上1年的工作时间呢还是一样的。这是一种方法。还有一种方法呢，有人说这样改起来太麻烦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建议一个冬时制。什么叫冬时制呢？也就是给现在我们夏天改这个时间正好相反。夏天实际上不需要改，因为夏天日照时间长，对吧？不需要改。改什么呢？改冬天的时间。怎么样呢？大家可以看这个夏天的时间呢，你是早上还是9点上班，下午5点下班，天都是亮的。
到这个10月底的时候呢，你改成把时间向前拨，也就是说，冬天的时候，我9点上班，相当于早上的8点上班，因为这时候呢天还是亮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下班的时间提前了，也就是我下班的时间相当于正常时间的下午4点下班。那么这时候下班呢，大家可以看天还不是太黑。实际上呢，你是节约能源，包括你汽车开在路上，你也不需要打灯，对吧？因为呢天还是亮的，所以说你这时候呢上班下班都不需要用电，所以说这是呢非常好的方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夏天的时间是维持正常的时间，不要改夏时制。但是冬天的时间呢，我们把时间调整1个小时，也就是正常时间的9点上班，你把它调整了以后，相当于早上8点上班，下午4点下班。这时候呢，你整个上下班时间呢都是在白天，没有在黑夜里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冬时制呢可能更加合理，能够真正起到充分引用阳光来节约能源的作用。好了，今天呢就给大家聊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看。